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了周五的直播。好，现在还一个人都没有啊，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时间是对的吧？没有问题啊，还有大概几十秒钟，我们稍微提前开始那么一小会儿。10个人了啊，感谢。看啊，我把后边的背景换了，这个代表中美两侧啊，左边的呢是呃叫做英伟达的啊，我使用的是英伟达 NVL144的这个机柜的图片，右边呢上面有个华为的标啊，这是华为升腾384超节点的图啊，上面各自画着中美两国的国旗，所以今天呢，咱们去讲一些。也是很多人在问啊，说这些开源公司到底是干嘛的，对吧？所以咱们今天要讲这个。来了来了，欢迎啊！你们都来了，早来的先点个赞呗，对吧？这个咱们先闲扯一会儿啊。这个你们去看，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奥德赛了嘛？是这个片子对吧？我看了一下，好像现在是点映啊，就是比较少的影院，然后每个影院一天好像也就一场，就是礼拜六有一点点，礼拜天有一点点，然后下礼拜好像还是周六周日有一点点点映，再往后一个礼拜才公开上映。我还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以前没碰到过，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等这个正式开放的时候再去看啊，我也不太着急看第一波。有没有想要复制安卓生态来挣钱？是不是想要复制？这个其实不太一样啊。这个安卓生态跟这套是完全两回事儿。没上吧？上了上了，这个就是明天就开始放啊，对吧？但是它就是点映，在北京就是它影院比较少，因为它需要上那个 IMAX 嘛。蜘蛛侠看了啊，我还没去呢。测试了 DeepSeek 4 Flash 了没有？没有啊。这个关键是你说我有 Pro 去用，我在这边有这个Codex 的这个什么 Codex 5.6 Soul 在用着，然后那边使的是 Cloud Opus 5，对吧？还是 Max 的？你说我跟他费这劲干嘛呀？啊，我为什么要去费劲折腾这个什么呢？费劲去折腾这个 DeepSeek 呢？你去测试一个大模型，它成本是挺高的呀。对吧？所以我一直的观点是，如果 OpenAI 和 Anthropic 一开始不要封禁中国的话，咱们压根就做不出这些东西来，对吧？就是因为它封禁了，所以我们才把它做出来。这个据说明天要恢复啊，这个实在是晴天霹雳。而且我今天呢是刚刚把这个 DeepSeek 的啊，不是 DeepSeek，就是 Codex 的5小时啊，就是一周的那个重置给用了。我今天是生生把它用到了100%，就是完全零剩余的这个状态，对吧？然后我说用呗，为什么今儿用呢？因为我那个8月1号到期了，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它用掉。但是现在一堆人都跟我说明天早上起来应该再重置一次，这个让我很纠结这个事情啊，因为据说是从明天开始这5小时的额度就要回来了啊，可能在回来之前还会有一次重置啊，这个不知道你们怎么想这个事儿。8.1有个卡，这个13日一个啊，好吧，那我们就等吧。8月1号看看是不是可以给个卡吧。13号，对，我13号是有一个要到期的。哎，我现在搞不清他这个就是发的这些，让你去重置的这些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规律发的？好像都是同一天发下来的，这个让我搞不太清。而且有的人说我有3个，有的人说有2个，像我就是我应该有过3个啊，我用了一个，现在还剩，今天又用了一个，还剩一个。我说的是到期日，对啊，我还有一个到期日就是8月13号啊，对啊，是这样的呀。所以今天把它用掉就用掉了呗。
大家还是这个很开心的在使用 Codex， 对吧？但是呢，我发现就是因为我现在这个口播稿呢都是会由 AI 来帮忙整理，就我自己会去先写一个大概万把字的口播稿，然后让他去这个调整顺序啊，这个调整这个补充数据啊，要让他做这个事情。然后呢，我现在感觉还是 Opus 5.0 Max 要比这个GPT 5.6 Soul Ultra 要强很多，对吧？这个就是我反复去测试了以后，因为今天我就要把它用光嘛，就使劲让这个 GPT 去干活，发现效果就是不行啊，这个还是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买了15号科技馆 IMAX 的这个奥德赛啊，15号好像就开始正式放了吧？这2天好像就是点映。歪个楼啊，发布了开源的Mega VL 才4B，可以用来看真人视频，挺实用的。他们现在就是做一些小的，大的他们不做，大的他们希望说你老老实实回来我们这儿来买来。他只给付费用户重置，免费用户还是没有啊？好吧，我们是付费用户，充了100块钱，使劲蹬也很耐用。关键谁用 Flash 啊？你要用 Pro 呀，对吧？你像我最近一段时间用 Kimi K3，也挺爽的啊。Kimi K3，特别是写网站什么的，真的是挺爽的。而且这种东西一定要用自己家的，像我就用的 Kimi Code 啊，这个因为 DeepSeek 这东西它没出，所以呢，可能就费点劲。好，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啊，咱们再说2句。第一个呢是这周呢要去更新会员节目了啊，这个会员节目呢准备说一下这个我对于 AI 时代不同的人应该去找什么样的工作的一个看法。但这种东西呢，完全个人看法，没有任何的这个数据支持啊，我就不在公众频道里头跟大家去浪费时间了啊。所以这部分呢在会员频道里头。然后呢，周6早上应该是没有节目的啊。那么既然周6没节目呢，就多放点短视频吧，对吧？周6准备放4条短视频啊，我现在正常是一天放2条短视频。然后这个周日的话，准备去更1条啊，马斯克去跟《经济学人》杂志的这位主编去吵架啊，那还是挺过瘾的。这个如果你们没看过，可以去看看。这2年能看到吵成这样的啊，真的不多。啊，这马斯克真的是性情中人啊！我要换一个视角来跟大家解读一下这件事情。好，再看一眼啊 ，Grok 存在感不高啊，感觉没啥用。确实差点意思。现在的 Flash 比 Pro 强啊？不应该吧？点映的时间不合适，只能正式上映后看了，好吧？我也准备等一等再说了。好，那么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节目了啊！一般什么时候直播？第一次看直播啊，那正好跟你再说完这个，咱们继续直播啊。我们每周3北京时间晚上8点是每周读评，会把一周的评论读一下。每周5晚上8点，我们会讲一个长一些的故事啊，就是我会讲大概1小时左右，啊，应该不会那么长，40分钟吧，1小时吓到大家了。然后呢，礼拜天呢不定时啊，礼拜天通常都有，但是具体什么时间呢不一定，就是想起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定时的呢就是礼拜3和礼拜5，如果我没有提前请假的话，就是这2个时间。当然提前请假呢，我依然会尽可能坚持在这2个时间去进行直播，其他的直播呢就看情况啊，随时开始。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黄仁勋为代表的这帮美国硅谷巨头，现在正在号召美国政府放开对于开放权重的监管。那么，放开这个开放权重模型到底是怎么挣钱的？开放权重到底是不是中国对美国的一次阴谋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最近 Kimi K3 爆火出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不是没人用，也不是没有人掏钱啊，而是用的人太多了，显卡顶不住了。
Moonshot 也就是月之暗面，只好把新订阅停了，先保老用户。然后说我们正在拼命加机器，会分批把名额再放出来。你看看，用户排队给他送钱啊，他不敢收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创业公司做梦都想遇到的场景。可是它同时也是今天这个故事的题眼。模型火了，不等于公司就能挣到钱。首先啊，咱们先摆几个最常见的误解在台面上，对吧？在开始讲钱之前啊，这个我们先把大家最容易犯的几个误解摆出来。我发现很多人不是不懂 AI， 而是一上来就被几句话给卡住了，后面听什么都很拧巴。第一个误解，权重都放出来了，还怎么挣钱？对吧？这个问题是最多的，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很多人上来说，哎呀，中国人疯了吧？你把这东西都开放了，大家都可以下载，这玩意儿怎么挣钱呢？这句话呢，听起来这个逻辑好像挺顺的。你花了几亿、10几亿美金买卡，去买数据，去雇人，辛辛苦苦训练出一个模型，中间没准还失败好几次。啊，弄完了以后，你就直接把参数放在 Hugging Face 上，全世界谁都可以下载，谁都能够拿走，而且拿走了以后就可以做自己的产品，可以在自己的服务器上部署，甚至可以跟你去抢生意。那你图什么呢？你这个钱不白花了吗？对吧？这是第一个误解啊。第二个，这是不是中国政府针对美国的一大阴谋呢？啊，这个也是很多人比较疑惑的地方。这个说法现在特别流行，尤其是在美国那边或者是反贼阵营里头，国会听证会上就有人在这么讲。大意是这么说的啊，中国政府在背后掏钱补贴养了这么一帮公司，把模型练出来，然后不要钱，白送啊，往全世界往那一撒。你 OpenAI 收20美金一个月，我免费啊，你 API 卖这个价，我卖你1/10的价格。这不叫做生意，这叫倾销，对吧？这是专门来砸场子的，来捣乱的，把美国人辛辛苦苦建立起来这套收费体系给你搅黄了。这个说法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在于他把结果说对了一大半，把动机说错了一大半啊。客观效果上，中国开放权重模型确实在冲击美国公司的定价，这一点没什么好否认的。但是你要说这是有人在一间密室里头啊，这个密谋好的，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啊，这个事儿老范是不能同意的。这件事呢，来龙去脉的比阴谋2个字要复杂的多，也有意思的多。我呢专门在后边留一节来讲啊。第三个误解，开放权重就是开源啊，这个不是啊，这2个还是差得很远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咱们下一节就来讲开源系统。自由软件和开放权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第4个啊，有人讲说，哎，美国全闭源，中国全开源啊，这个事儿其实是不对的。美国也有挺多开源模型，只是呢，他们开的都是小模型、端侧模型，这种大模型他们是不开的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5个误解，都开源了，我自己下载回去部署，肯定比买人家 API 便宜。这个是最想当然的一条啊，咱把话撂这儿，大概率你自己部署比人家直接卖给你的 API 要贵得多。而且啊，这还不是我拍脑袋说的，是 DeepSeek 已经拿出了真实的价格证明过这件事情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咱们待会儿再去细讲。好啊，误解都摆完了，下边呢，咱们先把一个基础概念讲清楚。自由软件、开源软件和开放权重这3样东西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咱先把这3个词儿掰开了，给大家稍微捋一捋。自由软件这帮人啊，本质上呢，它是一个宗教性质的，他们追求的是使用者的自由，你可以运行，可以研究，可以去修改，可以分享。这里的 free 不是免费，这里的 free 是自由啊，不是价格必须为零。这帮人不追求经济利益，甚至有点反商业。开源软件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一套很标准的商业模式，每个公司自己主动选择说我到底要把软件开源了还是闭源了啊，我到底是开源哪些东西，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
生态，我是需要哪些开发者来跟我一起干活，对吧？我是不是需要去争夺标准啊？那么它最后依靠订阅、依靠托管、依靠技术支持，依靠认证再把钱挣回来。很多公司靠了开源挣了很多的钱啊，这事一点都不寒碜。大家知道依靠开源挣钱挣得最多的公司是谁吗？这公司叫谷歌啊 ，Chrome、安卓，这都是开源的，对吧？它依靠开源挣到了最多的钱啊，挣到了最多的钱，这玩意儿不丢人。第三个呢，就是开放权重，是在开源软件的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注意啊，是往前走了一步，不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叫法。那这一步是怎么走的呢？咱跟大家打一个比方啊，开源要求是你能够复现，我把源代码都给你，你一行一行读，一行一行改，能够从头到尾把这个东西重新编译出来，你能够彻底明白我在干什么。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像一本恋爱手册啊，从怎么认识、怎么谈、怎么组建家庭、怎么生孩子，全流程都给你，最后你只要照着一步一步走，理论上呢，你只要没大毛病就可以生出孩子来，对吧？它是这样的一套东西。而开放权重像什么呢？有点像招聘啊，你招了一个小镇做题家回来，这个人已经20来岁啊，甚至快30岁了，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啊，你能干什么呢？你就能给他做上岗培训啊，你能教他公司里边的规矩、行业里的黑话、客户的脾气。但是你说，哎，我想把这个小镇做题家最底层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给他重塑一下啊，或者想把他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学的底层的东西推倒重来一次，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啊，只能在他已经长成的样子上稍微做一点小小的调整。大家注意，这就是开放权重跟开源最本质的区别。厂商给你的是训练完之后的一个完整的大模型啊，几千亿、几万亿参数摆在你面前。至于当初为了什么数据，怎么过滤的，每一步这个参数是怎么调的，中间失败了多少次，一个字都不会给你。所以你说，哎，我照这个东西想重新再做出一个模型来，不行啊，这个事儿是没戏的。但是开源是要求可以做出来的所以按照开源促进会 OSI 的正经定义，真要叫完整开源 AI， 光有权重是不够的，还要有足够的数据说明、训练代码。今天市面上绝大多数所谓的开源大模型，准确的叫法都是开放权重模型。好，那么下面我们来把这个事儿讲清楚啊。今天要讲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开放权重公司到底挣几笔钱啊？哪一笔钱是他们最想挣的？哪一笔钱是他们不爱挣的？对吧？这个咱们要先讲清楚。第二个，开源跟闭源现在到底谁强谁弱？美国人为什么突然也想干开源了呢？第三个，开放权重是不是中国的一个阴谋？第4个，中美之间真正的差距在哪儿？这条路走下去，最后中国到底能不能追上，或者能不能成为领先的这一方啊？这是咱们最后要讲的问题。这4个问题都回答完了以后，前面这个5个误解就可以跟大家都解释清楚了。好，咱们先说挣钱的事儿啊。现在的 AI 公司到底怎么挣钱？有没有正确的商业模式？我们是不是应该向闭源公司学习？这里呢讲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啊，现在所有的 AI 公司都亏钱啊，这不能这么讲啊，讲的太满了。有一个是挣钱的 ，Midjourney 啊，就是我们画图那公司，它是挣钱的啊，但是呢，大家现在已经不把它放在一个主流 AI 公司的这个界面里头了啊，所以现在咱们常见的 AI 公司都是赔钱的啊，而且大家都不知道正确的商业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对吧？我到底应该花多少钱去训练？到底应该花多少钱去推理？因为现在光推理这件事大家都能挣钱，但是你合上这个训练成本以后，都亏得一塌糊涂。包括 OpenAI、Anthropic 都是亏钱的 ，xAI 那也是亏得一塌糊涂，最后把自己亏到 SpaceX 里去了。谷歌的话，它可能整个谷歌公司是挣钱的，但是 Gemini DeepMind 这一块绝对是亏钱啊，亏得姥姥都不认识那么一个状态。所以你说他那个玩意儿算是一个正确的商业模式吗？他也不敢说啊。那你说我们现在开源了算正确的商业模式吗？咱也不敢说，对吧？所以到底什么算对，什么算错？到目前为止啊，整个 AI 行业并没有摸索出一套这个比较正常的或者比较能够运转得起来的商业模型
啊，咱们跟大家算两笔账吧。因为现在呢有俩上市公司，对吧？你像 OpenAI、Anthropic 不上市，所以呢它没有报表给大家看。那么上市公司一个叫 Minimax，2025年收入7903万美金，比上一年涨了158.9%，哇，涨得好高啊，对吧？毛利率从12.2%提升到25.4%，听起来不错吧？但是同一年光研发费用2.52亿美金。把股权支付、公允价值变动、上市费用这些会计上的东西全都加回去以后，这一年里头啊，这个净亏损了2.5亿美金，啊，这就是 Minimax 干的活。智谱啊，2025年收入是1.01亿美金，同比涨了131.9%，毛利率41%啊，也是非常高了。经过调整以后，净亏损4.43亿美金，对吧？大家把这两组数据拉起来一看，哎，收入涨得飞快，毛利也在改善，这是好生意啊，不是讲故事啊。但是花出去的钱呢，还是收入进来的钱的4到5倍。所以现在你去问说，哎，开放权重公司怎么盈利？这个问题本身就问早了。正确的问题是，所有的 AI 公司你们怎么盈利？现在大家想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未来整个人类的啊，可能总的 GDP 会涨10倍或者涨多少倍，那么多出这一部分都是跟 AI 公司有关系，所以现在亏就亏了啊，咱们先往前跑着啊。所以到目前为止，不要说哎闭源的就挣钱了，开源的就亏钱了，大家都在亏，而且闭源的比这些开源的亏的还惨啊。那么开源的是因为有这个报表了，咱们可以去看，它有财报嘛。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来讲了啊，说这开源或者叫开放权重 AI 公司到底怎么挣钱呢？一共4笔收入啊。一说这个怎么挣钱啊，大家一开始想的是卖 token 卖会员啊，对吧？ OpenAI 不就干这活的吗？ Anthropic 也干这个活呢， Gemini、Grok 都在干这个，包括咱们前面讲的智谱啊、Kimi 啊，还有这个 Minimax 也都在干这个活呢，对吧？咱走这条路嘛。但是啊，咱要先说一句可能和很多人认知相反的话啊，开放权重公司最想赚的钱不是卖 token， 卖 token 是这4种盈利方式里头排最后一位，是他最不想沾的这个钱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智谱和 Kimi 这样的公司在玩饥饿营销，在这玩耍猴，对吧？你见过 OpenAI、Anthropic 玩耍猴的吗？说哎你来我这儿买套餐啊，然后需要抢，这不扯淡吗？对吧？但是国内这些开放权重公司，他就去干这个事儿，因为他不想挣这个钱，挣这个钱对他来说不划算啊。那咱们按照他们心里的优先级啊，从最想赚的钱一项一项往下讲啊，最后一个咱们去讲这个卖 token 这件事情。那么最想赚的第一笔钱是什么呢？主权 AI 给国家和大型企业去做模型的微调，去做模型的后训练和强化学习，顺带把投资和市值一把拉起来，这是他们最喜欢赚的钱，这是最大的一笔钱，也是他们最惦记的一笔钱。现在全世界有多少国家、多少大公司需要搞主权 AI？ 所谓主权 AI， 说白了就是拿这些开放权重的模型回来以后啊，再做后训练，再做强化学习，再做微调，然后再加一道审核啊，不是说我调完就完了。就是我输入一堆什么东西，输出的东西是不是符合我要求？那这活应该谁干呢？有人说，哎，都开源了，我自己招一批人吭哧在那折腾，对吧？我劝你别费这个劲啊，你啃不过人家。底层模型是人家训练出来的东西，底层到底埋了什么东西，其实谁也说不清楚。出来的开放权重模型实际上是一个黑箱子，你是拆不开的。只有原厂去处理这些事情才是处理的最好的。你故意帮年薪好几十万美金甚至上百万美金的工程师回来，然后调出来的效果还不一定有人家这个直接招个实习生上来干得好呢。所以这个活一定是原厂来干，这是开源公司的传统手艺啊，一边提供服务，一边提供社区版下载啊，同时中间靠技术支持和定制来收钱，就是原来开源软件也是这么挣钱的。咱举个例子吧。今年3月24日，日本的 Sakana AI 发布了一个叫做 Namazu 的模型啊，叫做前面那个 Sakana 是鱼的意思， Namazu 是鲶鱼的意思。
他没有从头预训练，直接拿 DeepSeek V3.1 Terminus 当底座，做了一次日本本土文化的后训练。效果是什么呢？在 Sakana 自己搭建的那套涉及日本政治、历史、外交的测试题上， DeepSeek 原版对其中72%的题目直接拒绝回答。后训练完成了以后的 Namazu 拒答率直接接近0%就是你问他所有这些问题都会有答案出来。而且按照 Sakana 自己的说法，模型的基础能力大体上没掉这个是很神奇的这故事呢，我建议大家反复琢磨一下。一个日本公司没有花1分钱预训练前沿模型，就是拿了一个符合日本语言、日本制度、日本口径的产品就能拿出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中国的底座，日本的调教厂，日本的客户。那问题来了，最后钱进了谁的口袋呢？如果日本企业从头到尾只接触 Sakana， 那么 DeepSeek 拿到的是影响力，是名声，是下载量，唯独不是收入。这就是开放权重原厂最大的商业风险。你把发动机做出来了，结果买车的钱让调教厂赚走了。所以真正聪明的做法是原厂自己下厂认证、做支持、做版本升级，跟当地的云和运营商签分成你可以不赚那个下载的钱但是呢，你不能不在合同里边去。那有人说，哎，老范，你这例子是不是讲反了呀？对吧？你应该是雇佣 DeepSeek 的人回来训练为什么这个老范讲了一个日本公司自己把这个项目改好的例子呢？这里头有2个原因这2个原因都很难复制。第一个原因呢，日本公司的创始人是2个从谷歌出来的牛人，他们有能力干这个活，而且他是创业者，他不需要跟自己去讲薪水一般的大企业、政府机构、国家机关，你花钱你都请不到这样的人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更神奇就是他们修改这部分是中国公司不愿意帮他们改的，这可能也是中国阴谋的一部分。你想，日本关于政府、关于政治、关于历史这部分内容 ，DeepSeek 为什么拒绝回答？一定是他们所要求的那套东西跟中国政府所要求的表述是不一致的。那么，如果中国公司出的模型，你要求中国公司再给你改的话，那这个没法给你改，对吧？我不能卖国我不能上那儿说，哎，日本这是好的，中国是坏的，他绝对不会接这个活，对吧？那么你使用中国大模型，想让中国公司给你去改去你必须得是中国人的朋友如果不是的话，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就是你拿别人的模型回来做后训练就跟刚才咱们讲那个招了小镇做题家回来给他做入职培训的过程是一样的这个培训训不好是会把人训傻掉的这个日本公司的创始人呢是真的大牛他们最后做到了把这个拒绝回答率降到了0，而且呢不降质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再说我们前头说的这个顺带这笔生意最值钱的其实不是服务费本身比如说阿联酋政府或者沙特政府说，来你给我去预训练一个你不是去训练，你给我做一个后训练，帮我去训练一个我自己能用的模型出来我给你交一服务费，这服务费挣不了多少钱的。大家注意你能够给主权国家做部署辅导，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张入场券。你去中东这些土豪那儿讲一圈讲说我在哈萨克斯坦落地了讲你参与起草了全球主权大模型发展白皮书，讲跟你一块署名的有巴西、有巴基斯坦、有马来西亚、有新加坡、有越南、有泰国，你猜怎么着中东土豪的支票就直接来了给大家看2个数字，阿布扎比投资局领投了 Minimax 大概是6500万美金。Minimax 今年1月份在香港上市，到3月24号，当然这个阿布扎比投资局还是挣了挣了6倍还是很赚钱的。沙特阿美旗下的基金也是投了智普3000万美金，后来上市，当然这笔钱人家也赚了这是土豪并不傻。你再回头看看这个账 ，Minimax 辛辛苦苦干1年，收入是7903.8万美金，
还亏了2.5亿。可是人家中东人啊，直接说，哎，你要上市了，你要那个什么给我来部署什么的，我给你6500万美金吧，我成为你股东了，对吧？而且人家这6500万美金还挣了4亿出来啊，这个2个数字100，你说说啊，人家这个最想赚哪笔钱啊？咱们要的就是这个大老板啊，天天在中东直接往这边扔钱，要挣这笔钱。所以啊 ，MiniMax 卖一整年的 token。还不如说人家中东土豪阿布扎比投资局直接夸我给你一个 pre-IPO 就完事儿了，对吧？这是为什么我说主权 AI 加投资是这些开放权重大模型公司最想挣的这笔钱啊！而且一旦挣了这笔钱以后，你这个整个的市值，你整个这些东西就全起来了。那么第二笔钱是什么啊？就是除了这个之外，第二笔钱是云机房代运营啊，这什么意思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包括国外的各种的电信运营商，他们自己有带宽、有接口、有 IP 地址，也有服务器，对吧？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我是不是上 Hugging Face 上去下载一套 Kimi K3，然后再去拉一套这个开源的 SG 浪或者 VLM 这些东西，我就部署起来，然后跟自己的这些什么用户系统、计费系统挂在一起，我就能挣钱了呢？当然你内部的这些技术人员一定会建议你这么干的啊，但是千万别干这个活，因为你最后做出来的 token 的质量和你的价格都是不行的啊。你的 token 质量为什么不行？因为你没有使用原厂的这套调教系统、这套系统提示词、这套harness agent 这些东西都没有。对吧？为什么你最后卖的比别人贵？你最后折腾了半天，发现哎，我的成本怎么比人家这个 DeepSeek 拿出来的这个公开报价还贵呢？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即使你使用 GB200、GB300，你去跑 DeepSeek， 你跑完了那个价格还是比 DeepSeek 官方那个贵啊。这个是因为人家做了大量的优化，人家整个那个推理系统是自己全改过的，对吧？所以这个千万不要自己干。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直接请这些大模型公司说来，我有机器然后呢，我成为你的代理商，你把系统部署在我这儿，你去卖，我也去卖，卖完了以后咱们分钱这是最好的方式。为什么呢？就大模型本身升级并没有那么快，但是大模型的系统提示词、大模型的这个推理系统以及大模型后边跑的这些服务端的 harness agent， 每天都在升级，对吧？你说你自己雇人去干这个事儿，你这些人的素质，不是说素质了，这些人的工资能跟人比吗？比不了的，对吧？所以最好的就是雇这些人去干活所以对于这些 AI 大模型公司来说，他很喜欢这种方式它是个轻模式，对吧？他不需要花钱去买卡，不需要花钱去买机房他也有机房用，也有这个客户去使用这些服务，还可以分到 token 的分成，不是挺好的吗？对吧？我们以前也看这种事儿，当然是以前我在盛大做游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做网游那需要全国各地去布服务器因为中国整个这个网络拓扑结构比较特殊，所以呢，你必须要在每一个地方就近布这个服务器。但是要知道，在中国想布服务器，不是说我自己在哪儿整块地我就可以干的你是需要有带宽，需要有 IP 地址，需要有端口所有这些东西都要有。而这些东西呢是有资质的，对吧？你对于一个游戏公司来说，你搞不定这个事情。那谁有这些玩意儿呢？运营商有是各个省的这个移动联通还有电信他们手里有这东西。那你说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开发个游戏呢？太看得起他们了。这些移动运营商他们要自己能开发出游戏来，这个太阳能从西边出来，对吧？所以他们开发不了游戏他们也没法去自己很好的部署这些大模型，相信我。那怎么办呢？签协议呗。他们来代理盛大网络的游戏盛大网络把游戏部署到他们服务器上以后，我们来负责运维、负责升级、负责各种的什么做活动什么这个开宝箱我们都搞定了。然后他们去卖点卡去了卖完点卡以后我们来分钱，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其实是盛大网络发明的这个其他人没有这个模式，但是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现在大的游戏公司都在走这条路，就是我们直接去电信公司去开服去我不用自己去做这个重模式。我一旦说我游戏运行不下去了，我就把这个服务器关了那么这些电信公司呢，你就不要再跟我分这个钱就完事了。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
现在腾讯云已经开始这么干了，因为腾讯云上原来是可以跑 DeepSeek V4的啊，后来发现怎么弄也弄不过这个深度求索，说算了，我自己不部署了，你来部署吧，部署完了以后我卖完了以后咱们分钱就完了，对吧？这个是这个对于这些开放权重大模型公司想挣的第二笔钱啊，因为这可以让它成为轻模式公司，可以以小博大，可以用很少的杠杆去撬动很多的资产啊。这个现在黄仁勋他们去搞这个，说哎我们要去开放权重什么的，其实也是欢迎中国这些公司进去玩耍的。当然你玩耍的过程可能你还要分拆一下，像这个 Kimi， 像这个 Minimax、GRM 都是有国外版、国内版啊。这个DeepSeek 我印象里好像只有一个版本啊，他们是比较轴的一帮人啊，不管他们了。那么第三笔钱是什么呢？第三笔钱呢叫系统集成和认证培训啊，这个也是属于开源软件公司比较擅长赚的一笔钱啊。那是这个呢是给中小企业做私有部署的，以及呢注意啊是给系统集成商发认证。中小企业啊，不是咱们前面说的国家或者大企业，他们呢没有能力或者没有钱去做这些模型的后训练啊，去做这个强化学习，他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钱这个模型他们就不动了。但是呢，他们也有一套系统部署在内部，需要来干活啊，或者说他们有的是这样，就是我也部署在云服务器上，但是呢，这个云服务器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啊，那么所有的东西是我自己说了算的，也可以。他们呢需要技术支持，需要服务，需要二次开发。而这个二次开发呢，不是改模型，而是在后边去做这套比如说知识库啊，或者是 AI Agent 的系统去做这种东西。那问题就来了啊，这种客户非常多，你一个模型公司人手是有限的，对吧？那么你怎么来服务他们？而且实话实说，在中国这类生意，好多都是七大姑八大姨接走了。对吧？你就算是你的模型做得很好，你真的跟人这些客户去抢吗？你又抢不过人家，对吧？那怎么办呢？太简单了啊！我不跟你抢，我给你发认证，你来我这培训一下啊，我来告诉你说我这个模型应该怎么搭啊，这个推理系统我们已经改过了，你应该用哪一个这个推理系统，你去拿去用去。大家注意啊，开放权重的是模型，他们内部用的推理系统并没有开源哦，他们内部用的推理系统应该也是在开源基础上改过的。特别适应于他们自己的这个模型以及适应于各种国产的或者是英伟达的这些算力卡啊，那么你一定要用这个才能有最好的效果。那么培训完了啊，认证过了，你就可以打着这个模型公司的旗号出去做部署去赚你项目的钱那么这个公司呢就去赚这个培训费和认证费，顺带着呢把这套标准铺出去。这套东西呢有一点这套东西呢一点都不新鲜啊。Red Hat、MongoDB 已经跑了30多年了。红帽子在自己的财报里头写了说我们通常不从开源软件的许可证本身确认收入，我们把开发、集成、测试、认证、交付、维护、升级、支持打包成了年度订阅来卖。MongoDB 更绝它有一套免费的叫 Atlas 的云端额度512兆的这个存储够你学够你玩但是你上了这个规模以后，你就要去他那儿买，说我现在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2026年呢 MongoDB 97%的收入来自于订阅，剩下的它还有一个免费的版本是什么？就是叫社区版，对吧？那个你可以随便下载，没人管你。但是你说我社区版需要做系统集成了，需要做认证了，需要去做培训了，需要做二次开发了那么这个 MongoDB 接着在里边挣钱，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那么顺带说一句这钱闭源公司其实也赚。Unity 就是做那个 Unity 3D 这个游戏引擎的这个公司，专门有一个很专业的服务团队，他们叫技美，就是技术与美术，帮人做外包的。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游戏了，我发现哪块搞不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么他就来一帮人说我嘁哩咔给你做掉甚至说有些东西我不会画了，他来给你画了。那你说 Unity 派出来的这些工程师比他们原来游戏公司里招这些工程师水平高吗？一点都不高各种的实习生就去干活去了。那你说他就派实习生就能把活干了，为什么这个人家这个游戏公司里头什么技术总监这些
年薪也上百万的人就干不了这个活呢？原因很简单啊，因为 Unity 有内部培训资料，有内部数据，有内部的这个实施手册，所以还是一帮实习生就可以干这个活，就可以挣这个钱啊。你这个外边只能蒙着眼睛去瞎子摸象，你就搞不定这件事情。好，这就是第3笔钱，还有第4笔钱啊，就是刚才咱们讲卖 token、卖套餐，这是他们不太想玩的啊。这个闭源公司呢，主要是靠卖 token、卖套餐啊来去赚这个钱的。我要说的是啊，这笔钱在开放权重公司里的优先级排得非常靠后，而且呢，更反直觉的一点是，他们其实并不太希望你买太多。原因呢也很简单啊，你付了一个固定的月费，结果这帮人像死了薅羊毛啊，这肯定是他们不乐意的事情，特别是中国程序员啊，都非常喜欢往死里薅羊毛啊。你看 Kimi K3 现在已经停止新的订阅了 ，GRM 5.2每天早上起来10点耍猴啊，就是说你们抢吧，你们没抢着吧，你明天再来啊，明天清早啊又来又没抢着，对吧？每天干这个事儿，所以我就不准备再跟他们费劲了啊。这在闭源模型你见过吗 ？OpenAI、Anthropic 搞饥饿营销，别扯淡了，人家靠这边挣钱呢，对吧？那这笔钱还要不要呢？啊，就是这些开放权重的公司说我还要啊，这个东西还是要的。但是2个目的，第一个是冲用户量，第2个呢是在散客里边筛选大客户，对吧？现在你都得先试用一下，我没试过，我怎么知道你行不行呢？对吧？上来咱们先谈这事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他会把这个接口开着。啊，那么先说冲量的事情，用户量上去了，你可以刷榜啊，而且你的股价、你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价值和收入也会上去。小米今年4月28号搞了一个 MIMO 100亿 token 创造者的一个奖励计划，30天之内向全球开发者免费发放了100万亿个 token。结果呢 ，MIMO V2.5 Pro 在 OpenRouter 上。周调用榜就直接是4.82万亿 token 直接冲榜首了，然后最近这一段时间，小米的 MIMO，这个 V2.5 Pro 又在榜首啊，原因也很简单，这个不是说我们身边很多人在用这个东西，而是它免费了啊，它免费了一段时间，包括它的 MIMO Code 都免费给大家用啊，虽然没有那么好使，但是也能用啊，你一旦免费了，就会有很多屌丝冲上去。啊，把这个羊毛给它薅干净啊，它是这样来玩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小米挣钱了嘛？啊，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就是小米、美团、蚂蚁这3家，他们也有大模型，而且都是开源的，对吧？他们3家其实是不靠卖大模型挣钱的，他们干的是什么呢？他们干的是叫市值管理。啊，原来你是卖手机的啊，这个美团你是做这个送外卖的啊，这个蚂蚁呢你是做支付的，现在呢卖手机的、送外卖的、做支付的，这个 PE 已经不够高了啊，你这故事不够性感了。我也是做大模型的，你看我也有 AI 大模型，我还在 OpenRouter 上刷成第1了呢，对吧？美团也刷成过第1，这个蚂蚁的这个模型叫0啊，就是 LING， 也是刷成过第1啊。这个看我们现在是大模型公司了，人家按大模型给我们估值。而且呢，他们这3家自己有自己的场景，他不需要卖这个东西。小米有这么多的手机、汽车、IoT 设备，对吧？它有很多的这种家用联网场景，我直接上自己的模型就够了，量就很大，对吧？这让我想起来谷歌刚发的财报啊，他说我 Gemini 现在用了多好，很多人在使用啊，你们老说 Gemini 不行了，那是大家都在用，因为你 Gmail 要用，你的这个 Google Drive、Google Workspace， 然后你的这个Chrome 浏览器在上头还有一个叫问 Gemini 的一个按钮呢，对吧？你这么多地方你都有 Gemini， 你用户量一定上去了，你的 token 量一定上去了。但是这个跟你这个产品特别好，这个模型特别棒，其实屁关系没有啊。这就是小米的逻辑。而像美团也是有自己的这个场景，对吧？它的内部的使用，它需要有客服，它有这么多的外卖骑手啊，它还有这么多的饭馆要去使用它的平台。那它有一个自己的叫 Longcat 啊，叫龙猫啊，他们那个名字叫龙猫啊，龙猫 2.0 的这个模型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它不需要卖这个 token 就可以把这个钱挣回来，对吧？而且一说我是模型公司了，我还能涨估值，对吧？所以这个4个钱里头啊，最后这一块这些这个叫做什么呢？开放权重公司并不太着急去挣它
啊，而且你买多了以后，它还躲着你走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啊。而且呢，其实除了刚才咱们讲这4个挣钱方式之外，第5个啊，这个咱们其实也讲了是什么，就是拿投资、拿补贴，然后再做高这个市值啊，就是做市值管理啊。这个呢，其实也是这些开放权重模型公司的一个盈利方式，而且是他们的一个最主要的盈利方式啊，就是靠这玩意儿挣钱挣得最多。就是你说我吭哧吭哧的，然后卖 token 给你，那玩意儿多费劲啊，就跟这个上街乞讨似的，对吧？但是你说，哎，我不想努力了，我想躺平了，对吧？人家土豪直接拿着钱啪砸你身上，这多爽啊，对吧？啊，所以啊，说的是4个，其实是有5个挣钱门路。那么下边咱们就要讲，闭源比开源到底哪个先进，到底哪个好啊？那么首先呢，要讲一个稍微有点反直觉的事情。现在闭源的更新速度比开源还快，啊，这个是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为传统大家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闭源软件啊，那么你要想升级，它是很慢的啊。你要想向它提意见，他们再把它进行这个版本的归纳，然后最后给你升级新版本出来，这个是很痛苦的。甚至你要想让它升级，它还要找你收钱。比如前面咱们讲那个 Unity 的故事。你说，哎，我发现你前面这个Unity 现在的这个公开版本里有一个 bug， 啊，然后呢，我需要把它先补了。那 Unity 就说了啊，你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等我下一个版本把它补掉；第2个选择，你买我的这个技术与美术服务，然后呢，我先给你把补丁打了，然后只有你有补丁，其他人都没有，这是要花钱的，对吧？传统是这么玩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大模型本身更新并没有那么快，但是他们在服务端的这种系统提示词，在服务端的推理系统，在服务端的 Harness Agent 以及我们使用的客户端，比如说 Cloud Code， 比如 Codex， 那更新的一个比一个快。服务端咱看不到，咱看客户端 ，Cloud Code 7月1号到7月25号公开发布了22个版本。大家注意一下，25天发了22个版本，而这22个版本是分布在18个自然日里头。7月14号一天发了3次更新。OpenAI 的 Codex 7月份 GitHub 上能够看到67次发布记录。ChatGPT 官方的更新日是7月份6、8、9、13、14、15、16、23号。都是有更新的记录的啊！你说这么几天里头，他发了67次啊，那经常是上午更新，下午更新，对吧？那么一天更新好几次，慢的时候呢，也就是隔一天更新1次，或者更新几次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所以它的这个更新迭代速度在这一点上，绝对是碾压这些原来的开源模型啊，或者是什么开放权重模型，以及像 OpenCloud 龙虾这样的这种开源的推理系统。对吧？这一块真的是很神奇。我现在龙虾用的已经越来越少了啊，我现在最主要用的是 Codex 和 Cloud Code， 对吧？因为龙虾可能2个礼拜才升级1次，那你现在像Codex 和 Cloud Code 一天升级3回，那肯定是我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积极、比较活跃的一个东西去使用啊。这个升级升得慢的，我就不伺候了。而且现在这些大模型公司沟通渠道也变了。以前你说，哎，我想让你升个级，我需要给你写邮件，对吧？再往后呢，你说，哎，开源系统，我到 GitHub 上去提 issue 啊，提这个 PR 啊，他去给我升级去了。但是呢，还慢啊。现在这些沟通跑到什么？跑到 X 上，你在 X 上喊一嗓子，哎，说你这个模型有毛病啊，你这系统有问题，马上就有人回答你啊，说这个哪有毛病？你告诉我，我们去调去。你上午说完了，下午可能也给改了，改完了以后，如果是 OpenAI 的话，可能顺手还给你重置1次啊，这个就没法整了，是吧？所以现在沟通的效率极高，但是这个开源模型或者开放权重模型呢，没有这2家，就是 OpenAI 和 Anthropic 更新的这么快，但是也很快了啊，他们比原来的开源软件还是要再快一些的。那么这个对于谁来说就是灭顶之灾了呢？对于传统软件行业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原来传统软件行业还惦记说，哎，我这个按部就班的升级，你要想让我提前升一点，你还得交钱，对吧？你要按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服务的话，那这个在甭管是开放权重还是闭源的大模型公司面前，必死无疑啊，绝对没有任何活路。
那你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开放权重到底有什么优势呢？我们为什么需要干这件事呢？因为速度这条已经被闭源抢走了呀，人家比你这个开放权重公司还快，对吧？那咱就要换个问法了，企业花钱的时候买的到底是什么啊？我告诉你，企业真正买的常常不是模型，而是4个确定性。第一个，运行的确定性，高峰的时候不能崩，延迟不能忽高忽低，容量不够，我要自己决定怎么扩容啊！你不能像这个 ChatGPT 或者 Anthropic 似的，一到这个新版本发布，然后大家都上不去了，对吧？我这儿着急呢，我这儿有这个业务呢，或者我这儿做着手术呢，你那边发新版本，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最后大家上不去了，对吧？这个不能行啊，一定要我自己控制。第二个，业务的确定性，这种系统是要接入邮件、合同、客服、财务、仓库、生产线，不能只在聊天框里头聊天啊，它需要做很多的事情。而这些数据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我是不是安全可控啊？这个是企业需要知道的。第三个，风险的确定性，数据放哪儿了？谁能够访问？出了错能不能够查？有没有日志？对吧？监管来了，这个怎么去确认？怎么上这个去审计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东西你放在这个 OpenAI 你是搞不定的，对吧？现在比如说出问题了，你说哎 OpenAI 这个，哎，抱歉啊，我这儿开始滴水了。你说 OpenAI 你把日志拿出来，我们去查一下，这个没人理你啊，这个是不行的，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第4个呢是生命周期的确认性，这个模型3个月以后升级啊，原来的提示词还能不能用啊？新的推理框架了，谁来匹配啊？出了漏洞谁打补丁啊？供应商还在不在啊？这个是也是需要人去确认的啊。咱们还是说刚才日本那个故事，对吧？他们用 DeepSeek V3.1 Terminus 这个版本去训了一个鲶鱼模型出来，训完了以后呢，说哎，现在我们是不是出3.2了？那升不升级啊？不升级啊，对吧？你要想升3.2，你还得把这3.2再重新训一遍，然后再把这个问题扔进去，看看是不是能够输出正确的答案出来。你不能说哎，我这头升了3.2了，然后呢，这个叫做什么呢？你原来拒绝回答那72%的问题，现在变成73%了，或者变成69%了，这都不允许啊，对吧？所以升不升级啊，到底谁说了算？而像 DeepSeek， 我不用管你啊，对吧？我升了3.2了，我升了4.0了，我就可以把前头的3.1、3.2全都直接关掉了啊！你们以后再使用我的模型，我就直接给你指到4.0就完事儿了。它是这个大模型公司自己会干这个事儿的，对吧？前面 DeepSeek 前面 GPT 4O 关闭的时候，多少人在那骂街，但是人不管，说我就要关，它效率低啊，它挣的钱少了，我就得把它关了，对吧？我不管你喜不喜欢啊，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企业花钱要的是这4个确定性。大家注意啊，前3个呢，闭源模型也可以一部分的替你实现，而且呢，这个也能够将就去使用吧。人家专业规模也大啊，真正卡在闭源的这个上面，真正过不去的是第4样，就是你到底谁决定升不升级，对吧？谁决定原来那个模型还服不服务？这件事情呢，只有开源模型的这个服务商才可以去提供。所以开放权重最后剩下那个优势，就一句话。客户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跟着更新，自己决定要不要扩容，自己决定数据放在什么地方，怎么去记日志，最后怎么审计啊，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用户买的其实不是模型，而是一个确定性。而且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有的时候呢，服务端出问题了啊，你比如 OpenAI 7月21号。就出了2次事故，一次大概有个10几分钟 ，Codex 和这个 ChatGPT API 的这个平台出现了什么呢？认证错误，就是登录不上去了啊。我们当时也是大家都不会玩了啊。那么第2天又给大家做了一次重置，这个很爽，对吧？但是这件事情对于这些大企业、对于国家主权 AI 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并不是说这个东西部署在他们自己的机房里就不出错。可能也出，甚至出错的几率会比 OpenAI 还高。那你说你出错的几率比人家还高，出的毛病比人家还大，你干嘛嘲笑人家呢？哎，原因就在哪儿了？这些大的主权机构，他们要求的是
责任到人啊，我该买的服务器我没买啊，那最后出了事儿了，我认啊，我该买的服务器买了啊，那就不该出事儿，我这个事情一定要可控，它是这样的一个运作逻辑，对吧？不能因为你 OpenAI 有什么问题，我还没法给你补救，没有办法就拉着你开会啊，你就出了问题了，然后导致我这儿受损失啊，这个事儿是不允许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开放权重模型比这些闭源模型真正强就强在这儿了。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现在讲到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会买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回去自己做训练，对吧？就是要去让这些模型按照既得利益者的要求去回答问题啊。这个事情最终的解释权来自于合法政府。而政府的合法性由解释权来决定，对吧？他最后会玩这样的一个循环嵌套的事情。那么现在呢，美国也想做开源啊，这个有兴趣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前2天讲的这个黄仁勋建议开源这条视频，对吧？这个现在呢已经有230多家公司去签字了啊，当时讲的时候是77家。现在亚马逊什么也都签了啊，当时亚马逊还没签 ，Anthropic 应该还是没有签的，对吧？那么这230多家现在要干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还是要支持开源权重啊，这个请美国政府不要去限制，即使是中国人把它做出来了，我也要去用啊，他是要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么黄仁勋要去卖芯片啊，微软、Oracle、亚马逊要去卖他们的云服务啊，要去卖他们的企业服务，这个。是他们原来挣钱的本事，但是你说美国能不能做出 Kimi K3 来，能不能做出这个叫做 DeepSeek 来啊？我到现在为止依然认为他们是做不出来的啊。为什么呢？咱们来接着往下讲。那么下一个我们要讲的话题就是开源这件事情是不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阴谋啊？这个很多人想听。我呢，先做一个反事实的推演。如果美国当初不限制中国 AI， 会发生什么呢？我的判断是中国这些开放权重公司压根儿就做不出来。道理其实特别简单啊，有便宜、省事儿、好用的现成的，谁费那个劲儿啊？对吧？你今天要是能够顺顺当当刷着卡买 ChatGPT Plus， 能够顺顺当当的调 ChatGPT 的 API。你会去用一个还在那耍猴的中国模型吗？我反正是不会的啊。中国的创业者会全部涌向应用层套壳做 agent， 做行业解决方案，因为那个来钱快，风险小啊。谁会去肯预训练这个又累又苦、九死一生的活呢？没有人会干这个活的，就算你做出来了，也没有人会用。可现实是什么呢 ？OpenAI 不允许从中国境内访问它的模型 ，Anthropic 更狠。2025年9月，它直接改了服务条款，任何被中国实体直接或间接控股超过50%的公司，全球范围内的子公司，通通禁止使用 Cloud。理由写的也是法律监管安全风险啊，他写了这么个东西。那这个没办法，我们只能是。费了八劲啊！我们也只能是这个越过艰难险阻继续用啊，那能怎么办呢？但是能够越过艰难险阻的人毕竟是少数啊。你看我昨天晚上干了一个什么活，在苹果美国的官网上去买 gift card 啊，就是这种礼品卡，买了$100，扣了我600多人民币吧。买完了以后呢，我昨天一晚上没睡好，为什么呀？它上面写着的说你不需要登录啊，你可以完全从访客的身份。去买这个礼品卡，你只要支付了就完了啊！我就拿银联卡去支付了，然后呢，上面写的说，1小时之内我就给你发邮件啊，这事就搞定了。结果呢，我昨天晚上11点买的，他这个邮件在今天早上起来才发给我。哎呀，我还在看说这玩意儿咋办？我也没登录，退也退不回来了，600多块钱，哎呀，给我心疼的，对吧？然后过了这个7、8个小时了，你也不给我通过啊，上头还写着1小时，我们就处理完了，只要给你发邮件，把这个卡号发给你。最后是我这个迷迷瞪瞪到早上起来啊，勉强睡了一会儿，再睁眼一看，哎，邮件发过来了啊，这个还是购买成功。然后我把这$100的苹果礼品卡充到了我的
美国苹果账户上，然后我就可以拿这个账户上的$100去订阅 ChatGPT Plus 和 Anthropic Pro 了啊，这个也是给大家传授一下到底怎么去订阅这个东西，挺好玩的。但是我这也担惊受怕呀，对吧？你说能够有我这样耐心，能够有我这样折腾的人有几个？根本搞不定。啊，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美国的封锁给中国的模型公司圈出了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大家注意啊，这个里头最重要这个词叫足够大，对吧？你说，哎，我有市场，但是不够大啊，那他也没有办法把这些大模型训练出来。你像法国啊 Mistral 说我们来干这个活，我们要给欧洲用，欧洲每个国家说的语言都不一样，你费这劲干嘛，对吧？那么足够大，中国有14亿人啊，几千万家企业，全世界最卷的互联网行业，这个市场大到足够养活好几家前沿模型公司了，大到足够让他们跑完从0到1的全过程，大到足以让他们的模型能够被真实的用户捶打出来。要是没有这个封锁，这个市场早就被 OpenAI 和 Anthropic 给吃干抹净了，对吧？这就是好比朝廷下了一个旨意啊，说江南的丝绸一律不许进京，对吧？原来北京的这些支户啊，根本就没有活路，因为江南的丝绸又好又便宜啊。现在旨意下来了，京城这帮支户就有了一个足够大被围起来的市场，可以慢慢的磨练手艺。这就是这道旨意，真正的作用。你说到底是帮了江南还是帮了北京呢？对吧？所以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些开放权重大模型来，还是要感谢美国政府的啊。那么这个过程长出来的模型是什么成色呢？咱们前面反复强调的这个词，小镇做题家成色啊，因为缺钱，它有很多先天不足的地方，它没有那么多失败实验的余量。它的数据不如人家干净，它的后训练没有人家做的精细，但是大家注意啊，它能用，它真的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就像小镇做题家一样啊。你说它有没有短板？有，但是你真的把它招聘回来，能吃苦还便宜啊，最后人家还不断的学习，也能够成为顶梁柱。再往下走一步啊，刚才咱们讲了。美国现在有230多家签名要去做开放权重，可是你把时间往回倒1年看，美国这帮公司基本上是放弃了开放权重这块市场的。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开放权重，明明是有市场有需求的，政府要数据不出境，企业要模型不被 API 供应商卡脖子，工程师要自己做微调，那么这些需求是真实存在的，美国头部公司为什么不做呢？因为他们也不傻，他们现在要干嘛？要最快速度的把用户圈进来，要把用户的行为习惯固定下来，把标准制定权抓在手里边，把定价权抓在手里边，这才是他们现在真正全力以赴往前冲的地方，对吧？你要把最强的模型开放出来，那前边这套体系就玩不起来了啊！所以呢，大家各取所需，也就是如此了。他们放弃了，中国就来补位。那么这样一套组合下来，用时间换空间，这就是中国人玩的事情，对吧？用时间换钱啊，也是我们现在在努力做的事情。我先靠一个被围起来的市场活下来，再靠开放权重出去补美国人放弃的那块位置，赚到一点钱，争取到一些时间，等到哪一天资本市场松动了，或者哪一天 scaling low 跑到头了，那我至少还在桌上坐着呢，而其他那些国家就已经早就被踢下桌了啊！这就是中国真正玩的事情啊，争取成为最后一个下桌的人啊，或者没准还有机会啊，这个把美国翻下桌，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么最终能不能追平呢？啊，我说一句实话啊，这是一个平衡问题，不是一个精神胜利的问题，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事情。里头是有一些物理规律的，所以回到那个问题，开放权重到底是不是中国的一个阴谋呢？我先说我自己的看法啊，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事先设计好的阴谋，我认为这是一个被逼出来，然后被将计就计用好了的阳谋。阴谋是有人在密室里边画了一张图啊，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啊，是这样的一套东西。阳谋是所有人都在看得见啊，你在干什么，但是你还是干成了。开放权重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开放的，
挂在 Hugging Face 上 ，Hugging Face 也是一家美国公司，许可证也写在那儿，谁都可以下载，这里头没有一个字是藏着掖着的，对吧？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人不同意这点，觉得，这是一次有组织的以低价倾销瓦解对手商业模式的行为。这个说法呢也有它的道理，因为毕竟客观效果就是这样的啊。每一次，比如 DeepSeek 出来了 ，Kimi 出来了，美股都在有反应啊，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有效果。而且我答应过前面要这个算这笔账啊，就是说他们融的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现在告诉大家 ，Moonshot 也就是月之暗面啊 ，Kimi 的母公司融的35亿美金里头，领头方是谁？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啊，这名字怎么听着那么熟啊？啊，最近还领投了另外一个大模型叫 DeepSeek 啊，就是它啊。那么中国政府在背后掏钱这件事儿呢，也不是空穴来风，确实是有的。而且咱们前面讲 DeepSeek 融资的时候也讲过啊，这个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它有最大的权利，它可能出的钱并不是很多，但是它权力非常非常大啊。那我为什么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阴谋呢？国家出了钱了啊，去做这个事情。原因很简单 ，OpenAI 也在拿主权基金的钱 ，Anthropic 也拿，各国政府都在用 AI 砸钱啊，所以这个事儿呢，不是中国特色啊，这个每一个政府都投了钱啊，这个阴谋论呢就不太成立了。所以呢，咱们自己啊掂量掂量，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阴谋啊？话说回来了，话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更硬的问题没有回答，就这条路走对了，中国公司到底能不能追得上美国 AI 呢？这就要说中美之间真正的差距是什么，对吧？这个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模型啊，这个需要什么呢？算力、数据和人才啊，中国哪样都不行。但我今天要讲一个不一样的啊，真正拉开中美之间大模型差距的，根本就不是这三样东西。首先说数据，数据呢，标呗，对吧？咱花钱标呗，咱也有的是人，实在不行还可以蒸馏嘛。对吧？美国人也不可能游过太平洋来收拾咱们，对吧？最多也就是写一封信去阴阳一下也就完事儿了，对吧？咱们也蒸馏了这么多数据，效果也还可以，所以数据不是问题。第二个人才，人才这个是中国最不缺的啊，中国大量的人才是可以去做 AI 方面的工程实施和科学研究，对吧？美国的所有 AI 公司里头，第一大族裔都是中国人。啊，不是华人，是中国人啊，这个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差距的，就是在中国出生，在中国受过前期教育，然后再出去的这帮人，啊，就是你只要看 OpenAI、这个 Anthropic 呀、谷歌呀，就是做 AI 这一块，还有包括 Grok 啊，第一大族裔都是中国人啊。那么他们出去的这些人就是拔尖的吗？他们把最好的都挑走了？不是啊，随机的，对吧？这个有点像什么？我们以前投人工智能项目的时候。要求啊，这个创始人是参加过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的。我们并不要求这个人得过金牌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国家队最后去参加世界比赛的时候是靠抽签去的，所以只要到了国家队了，大家水平都差不太多啊。你把它拎出来去做 AI， 都是一把好手，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系统，而且人才这块中国的人肯定比美国的多啊，就是真正能去美国的还是少数大量的具有同样能力的啊，被抽签淘汰下的这些人还是留在中国，而且这些人踏实肯干，愿意加班，工资还低，对吧？所以人才这块我们也不缺。那卡呀，对吧？我们缺卡，美国掐脖子把我们卡掐住了，其实卡也不缺啊。一方面走私，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全世界建立算力中心，我不需要把这卡弄回中国来算了嘛，所以这个都不缺。那你说中国模型就超过美国模型了吗？差远了啊，还差好几年呢。那差在哪儿呢？一个字儿啊，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讲过？钱啊，就差在钱上。资本鸿沟才是造成中国大模型公司比美国落后这么多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有了钱，我们就可以有人；有了钱，我们就可以有数据；有了钱，我们就可以有卡，对吧？它是这样的。就算我们多快好省，我们啊这个艰苦奋斗。
可以啊，我们用 OpenAI Anthropic 一半的钱，我们可以达到它同样的能力，这没毛病吧？但是如果我用它1%的钱，你还要让我追上它，那不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吗？这事儿已经不符合物理规律了。那么他们就这么有钱吗？2026年3月31号 ，OpenAI 宣布完成1220亿美元的承诺资本融资，投后估值8520亿美金。5月28日 ，Anthropic 宣布 H 轮融资650亿美金，投后估值9650亿美金。这2轮加起来啊，这两边加起来，他们拿到了1870亿美元。那么，那中国这边呢？Minimax 今年1月份上市 ，IPO 融了6.19亿美金，就这点钱。智谱1月份上市，融了5.59亿美金。Moonshot 也就是这个月之暗面，最新一轮融资7月29号宣布的35亿美金。投后估值是350亿美金，这已经是中国所有大模型公司历史以来融的最多的一轮了。那咱比较一下 ，OpenAI 的一轮融资相当于月之暗面最多的那一轮的35倍 ，Anthropic 一轮融资相当于 Minimax IPO 募资总额的100倍以上，对吧？那这什么概念，对吧？你没有钱，你拿什么东西去买卡？就算你买到了卡，真正做科研、做研发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失败尝试的次数。你有1220亿美金的时候，你可以做100次错误的实验，错了就错了，接着干呗，对吧？很多人批评说中国人为什么不从0到1，为什么总是抄别人的？你失败不起啊，对吧？你有35亿美金，一次押错了宝，公司就没了呀。所以只能抄别人的，钱买到的是免费的额度，对吧？天天这个 OpenAI 给我们去重置额度，我们还在这骂他。那你没有这个钱，你敢吗？你不敢啊！你只能是把用户的接口、购买接口给它关掉。钱买到的是亏损的时间。OpenAI Anthropic 说，我可以敢亏5年，我不怕。Minimax 和这个智谱以及Moonshot 他敢吗？他不敢啊！你亏2年，马上这公司就废了呀。所以你问我，如果 Kimi、DeepSeek、智谱、Minimax 遇到 OpenAI 的钱啊，或者融到 OpenAI 一半的钱会怎么样？我的答案是根本不会有什么算力瓶颈，也根本不需要去蒸馏数据。我们雇人标注不行吗？那些被吹成中国式创新的省钱技术，一半以上都是逼出来的，什么各种注意力算法都是逼出来的。那么问题就变了，那为什么中国的 AI 公司融不到这么多钱呢？对吧？因为美国人更会骗钱嘛，因为山毛他们这个犹太人更会骗钱嘛？不是这样的啊。原来中国的 AI 公司或者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融资其实并不比美国公司差，甚至还要更强一些。啊，为什么呢？因为原来这个融资链路是通的，我们拿美元融资拿到 A、B、C 六轮以后送到美国纳斯达克或者纽交所去上市，以前这条路是通的，现在这条路被中美2国给掐断了，啊，你再去拿美元融资，再去拿什么这些钱，你搞不定了。而且这些年因为要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原来腾讯、字节跳动啊、百度这些公司在里边投大量的项目，但是现在你限制资本无序扩张，他们都不出来投了。那么这些 AI 公司，你再想要到这么高的估值，想要到这么多钱，你要不到了呀，对吧？那你说我在这个融了美元以后，我到香港上市不是一样吗？不一样啊！智谱上市最高的市值冲到过1万亿港币以上啊，也就是1285亿美金，很多了，对吧？但是我要告诉你，这1285亿美金的市值是撑不住的。为什么？因为那是它不解禁的情况下，你能够撑这个。一旦开始解禁啊，量大了以后，这个盘子马上就被砸废了，对吧？那么中国公司在香港上市，流通股占比通常都是比较小的，要比在美国上市少得多。你流通股少，就说明你上市那一次你融回来的钱少，对吧？一旦说，哎，我开始解禁了，我要去卖股票，我要去再融资，那股市就马上跌给你看啊，这事儿是没法整的。所以中国香港的整个的股市容量要比美国小太多太多了。
你真给他一个，比如像马斯克 SpaceX 那样1.75万亿美金的公司扔上去，整个那个股市就不动了啊，吃不下。这就是中国 AI 公司真正的处境，账面上市值可能只有美国公司的1/10，真正能够拿到手的现金可能只是美国公司的1%，绝对捉襟见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有些问题省一省、忍一忍是可以过得去的，但是有些不行。当中国公司手里边的现金达到美国公司1半的时候，中国公司是有赢的机会的。但是当中国公司手里的现金只有美国公司1%的时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能够维持表面的体面啊，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这就是咱们现在的一个情况。那么最后，咱们要去总结了啊，最后的格局会是什么样的呢？你说，要是就想省事儿啊，就是想干活，你就想像是使用 Windows、macOS 这样操作系统一样，别折腾了，我们就用美国模型就完了啊。虽然麻烦一点，我们用美国模型，用 OpenAI、用 Anthropic， 以后可能还有 Gemini 或者是 Grok 的事情，一致的体验，很强的能力。明确的责任边界，吃掉绝大多数的 C 端用户和小 B 用户，顺带把标准握在手里头，这就是未来。那么，如果你是工程师，你想折腾，你有更高的、更特殊的要求，你要上 Linux， 也就是中国模型的位置，灵活、可控、可迁移，数据留在自己手里头，想摆什么姿势就摆什么姿势，想让他笑，他就给爷笑一个，对吧？再加上一块。总有些活是 OpenAI 和 Anthropic 怕挨骂不愿意干的，那么这一块就是中国开放权重模型的市场。中国现在这套玩法说白了就是去做 Linux， 去做底层内核。那最后到底能不能追平啊？咱们说3句大实话，能不能追平，主要不取决于技术，取决于钱什么时候到位。创投链条是不是还有机会接上？港股的盘子有没有可能撑起这么大的市值？中东和东南亚的钱什么时候能进来？这几件事情没有解决之前，光聊技术是闲扯淡啊，这事儿是没机会的。第二句话，真正的这个窗口可能是在 scaling low 到头的那一天，就是现在，因为 scaling low 还在不停的往前跑，你把模型变大还是有效的。对吧？那你融多少钱都不够，你必须要不停的往前跑，但是当哪一天 scaling low 到头了，你再去投入更多的算力，你的模型不能变得更强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的边界成本就确定了啊。那么人多、卷、便宜、贴近场景，这就是中国的优势。可能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有机会追上的。第3句话啊，这个中国 AI 追赶美国绝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可能需要3到5年，说现在就要追上了，明天就要追上了啊，那都是忽悠屌丝的啊！大家不要去上当受骗。这一期最后，请大家记住这么一句话：开放权重，把确定性变成了奢侈品。中美 AI 竞争到最后讲的不是谁愿意免费，而是谁能够在免费的底座上搭起一套更强大的收费网络来。这个故事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啊，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好，咱们看看有什么样的评论吧。哇，今天讲了1个多小时，这好长好长好长。DeepSeek 官方出的 Benchmark Flash 超过了 Pro Preview， 比 GRM 5.2 还强一点。这个东西不能看跑分，要看使用体验。最近尺度有点大啊，这个，哎，我说什么了就尺度大？我啥也没说呀，我说的都是挺好的事儿啊。我问 AI 了，开源有开源的玩法，对呀，就是我们今天把开源的玩法讲清楚嘛。Grok 对于开特斯拉有用啊，或者说会越来越有用。哎，我看今天有人在报道说，特斯拉准备出售中国的业务，以让它美国的业务可以合法的并到 SpaceX 里头去。因为当年啊，这个 XAI 并进去的时候，就有好多合规的事情。因为 SpaceX 它有很多军方的东西，对吧？有很多国防部的东西，它合规要求要比这个XAI 要高啊。但是这个消息传完了以后呢，马斯克自己在后边回了一句说这是假消息啊，我们没有这个打算啊。这个也是今天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这次 Codex 降价好像已经快跟 DeepSeek 差不多价格了。这个降价对于我来说无感啊，因为它降的是最小的模型和中等的模型，而最大的模型就是 GPT 5.6 Soul， 它只是提高了速度，并没有降价。我一看 GPT 5.6 Soul 没有降价的话，我就没有看后边的东西。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视频模型？极梦啊，这应该叫做什么来着 ？Cdance 啊 ，Cdance 2.0。今天 Cdance 2.5发布了，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价格，完全使不起，对吧？这个太贵了。Codex 把最低模型价格下调了80%，这个其实没什么意义。就是它呢在跟开源 AI 抢用户，它就是说，哎，你们不是要便宜的吗？我给你便宜的。但是啊，这个叫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 Kimi K3 要比它 GPT 5.6最便宜那个可能还要好一些。OpenAI 现在也在价格战，对啊，它反正慢慢，咱们就逼着它干呗。现在 GPT 5.6 Luna 快比 DeepSeek 都要便宜了，对啊，关键看哪个好使啊。我就用 GPT 5.6 Soul 啊，我其他都不用。现在价格战之后，国产也不便宜，质朴挺贵的啊，质朴啊 Kimi 啊都挺贵的。它一边贵还一边啰嗦。质朴好像1000多一个月了吧？不知道，我就没有正经用过质朴的模型。质朴还不降价，以后谁去买？人家不行，我就少卖点呗，我就不做这个事儿，我去做这个其他的事情去。Anthropic 也是亏得很厉害啊，他们曾经有1个季度，据说是按照账面上可以有盈余，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亏得一塌糊涂。谁还抢质朴啊？那么贵，反正现在人家质朴还玩得很开心啊，每天早上10点去抢。Codex 这么还不重置，你不能重置，我今天刚手动重置了一次，我现在还剩97%呢，明天早上要重置了，我会哭的，我哭给你看。习惯了奥特曼重置了啊，这不行，这个一定要等我再使一段时间再去做这个事情啊。算上重置的话，这个算上重置真的是不贵。但是像我呢，用的量其实不是特别大。以后 AI 优化 AI 不需要找人去改了，这个现在还是有点差距的。Sakana 有军方背景，这就不了解了。我只知道 Sakana 的创始人实际上是个中国人，应该是个香港人吧。现在模型更新那么快啊，主权根本来不及更新，还不如直接用 OpenAI 呢。人家这个肯定不能让你上 OpenAI， 你比如上了 OpenAI 以后，这个沙特的萨勒曼王储去问说，哎，当年这个在这杀记者那个人是谁呀？然后 OpenAI 就出来回答来了啊，这不就是萨勒曼王储吗？这玩意儿行吗？这不可能的呀，对吧？所以就算是更新慢啊，我们也要保证忠诚是第一重要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To B 业务就是就有防卫省的啊，他那个另外一个合伙人原来是他们的一个法官还是什么我忘了，反正他有俩合伙人嘛，一个是香港人啊，负责技术，另外一个的话是原来日本的政府官员。Minimax 现在不行，根本没人用啊，还不如直播。Minimax 我还在用，我每天都在用，也能使。我现在在等，据说是9月份要出 Minimax M3 Pro， 也是这种1T 或者2T 的模型。现在 Minimax M3是400多币，那小很多啊。Win 对 AI 还不友好，它非常不友好。你要想用 AI， 最好找个 Mac。所有国内游戏发行商都是中字头的吧？这个还真不是啊。这个有机会可以慢慢讲啊，这个我可能在会员频道里讲过没有？就是怎么申请版号啊，这个有一套很神奇的东西在里头。AI 就是一种大力出奇迹的东西，感觉很合适举国体制。其实你现在发现国家呢会号召，但是真的让他去干这个事儿，国家是出不起这个钱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国家的管理体系、管理效率都很差，一旦国家出钱的话就会腐败。是吧？所以还是要让公司去
到基金那里去融资，让公司去赛马，是吧？不能由国家出钱。现在模型更新太快了，1个月一次，是现在基本上每个月会把所有的模型都更新一遍啊，这个实在是太开心了。中东土豪投资和是不是开放权重也没有太大关系，不开放权重他们投的更多啊。是的，中东土豪呢投了 OpenAI， 投了这个Anthropic， 投了这个这些公司都投了啊，这个确实是，而且投的还不少，对吧？但是呢，你最后想要一个主权 AI， 想要真的替他们说话的 AI， 啊，告诉他萨勒曼王储从来没有去杀害过记者这样的 AI 的话，只能靠中国的，你靠不了别的。大力出奇迹，但是举国体制没有这个训练 AI 举国体制是没用的啊，千万不要讲这个。什么是大力出奇迹呢 ？Kimi K3 算是一个大力出奇迹啊。其实 OpenAI 也绝对是大力出奇迹。现在价格战就是比烧钱，还是要在报表上做的好看一点。你如果说你连推理成本都拿不回来的话，这就没法整了。现在 Anthropic 和 OpenAI 都还没有上市，等他们上市以后需要出财报了，你看他是不是还敢这么去给你刷这个叫做重置？晚上好，来晚了啊，来晚了点个赞呗。GPT-6都好了，据说下个月出啊，咱们耐心等待。V4 Flash 这个没事啊，对它也没什么兴趣。现在想用什么软件自己开发了啊，这个没必要，千万不要自己去开发软件，你自己直接得到结果对吧？啊，开发软件还是挺累的。Codex 前端的美感不太好，我现在用 Kimi K3 去做前端，效果还可以啊，很漂亮，非常非常漂亮。至于我用 Codex 做的前端呢，我觉得也还可以。给大家看一个，我前天昨天去烧 token 还专门烧了一下，给大家瞅瞅啊，这个是哪儿去了？这儿呢。哎，这个原来给大家看过啊，就是现在我把我的这个 Midjourney 上面所有 like 的 sref 啊，通通都自己做一个网站。以后想给大家做封面啊，想给大家做背景啊，就从这个上面挑就可以了，对吧？哎，我想想我今天挑的是哪一个来着？我今天挑的好像是，还不是这个是这个柔光3D 动画插画啊，用的是这个风格，然后带这个sref 的一个标记。哎，它的 sref 呢没了啊，它这个好像是没有标记的，但是呢，它会有一个描述。啊，这样226什么有一个标记啊。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对吧？然后他就自己给我画图去了，然后告诉我说画的这个是什么，然后还可以。权重只是 agent 中的一部分而已，对的啊。现在他们就是权重会开源出来，但是 agent 有一个你能用的，但是大部分其实是不开源的。现在 Anthropic 和 OpenAI 都有 FDE 了，FDE 在中国可能跑不通啊，这个大家就别惦记了。好像5种赚钱方式里边，很多和是不是开放权重关系不大。例如闭源权重也是可以市值管理的啊，这个市值管理其实跟大家关系真的不是很大啊，而且这个，但是其他的，你比如说我去替你代运营这个事儿。还是不一样的啊，包括主权 AI 这个闭源是做不了的。与其开放权重 AI 公司问开放权重 AI 公司怎么赚钱，不如问所有大模型公司以后怎么赚钱。对呀，现在这个问题大家都没闹明白呢，对吧？所以我一开始先讲了这个事儿本身很尴尬嘛。趁着5小时限额还没有回来，狠狠再登几天，登光了就没得使了。
目的是用模型绑定硬件，然后卖硬件去啊，这个是黄仁勋干的活。中国也不允许使用 ChatGPT 啊，这个真的是两边配合啊，就是这个相互之间都在不允许。预训练行业垂直小模型，对应用层创业者来说都是重投入、脏活累活，永远不如 SOTA 大力飞砖。那绝对的，你有那功夫训练小模型，还不如直接使最大的那个呢。用美国政府也投钱来说不是阴谋，是一种不说疗效这个副作用的这个分析啊。那这个因为你没法去分析它的副作用，对吧？美国政府做完了以后呢，这帮人可能会稍微副作用小一点吧，毕竟 Anthropic 这样的反骨仔还上去说，哎，我不愿意跟你合作，对吧？你提的要求我不满足你，还会干这个，而不像中国这些模型公司似的，这个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你敢提要求，我就都敢答应，对吧？这个肯定会有差距，但是呢，你具体的这个你让我去统计，我也统计不出来到底谁的危害更大一些。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公司不缺钱的，甚至投中国创新应用的钱比美国还多，啊，不然百团大战、电商大战的钱哪来的 ？AI 算是勒紧裤腰带的创业了。以前每个星期都能听到谁又融了几个亿，现在以季度算了。是啊，就是创投链条被剪断了，中国公司没有办法去美国上市了。不能进行无序的资本扩张了，三锤下来啊，然后中国的 AI 大模型公司能够跑出今天这个样子来，已经是天才了啊，绝对是不是书的天才才能做出来的。开放几个小模型拿来赚口碑还是划算的，这个口碑没什么用，那都是端侧模型。而数学奥林匹克金牌的中国人在中国多还是在美国多呢？其实现在应该是在美国多吧，在我印象里，对吧？当时我们也找到了一些金牌啊，好多就已经去谷歌呀，去什么这种地方。使用军事方式比 AI 有效直接，这什么呀？你要干嘛呀？以后大模型就是卷数据收集标注，卷算法优化，卷微调。一个行业去到靠卷的时候，美国佬已经输了。这个要到 scaling low 到头那一天，大家就卷后边这几样东西了。现在大家还在选 scaling low 啊，选 scaling low 的时候，就是你的钱一旦差出数量级去，就永远赶不上。AI 我还看是豆包和腾讯有钱有生态，但是呢，豆包这块呢，回头再说吧。就是豆包这两天把飞书拆了啊，接到豆包里去了，但是呢，还没有看到具体的产品出来。我准备稍微等一等，等它产品出来以后，跟大家来讲这个故事。种地是个很卷的活计啊，好像美国佬没输，开采石油气也是，结果美国出口大国。大国进口大国，啊，种地这件事儿呢，我觉得美国已经输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呢，它虽然种出了很多粮食，但是它没有养活那么多的人啊，因为它没有嘛，它没有14亿人需要养活啊。至于石油气、天然气这个事儿呢，之所以美国是出口大国，是因为它没有制造业了，它这块输了。中国之所以成为进口大国，是因为中国能用掉这玩意儿。你以为中国进口了那个石油、天然气自己喝了呀，自己点了呀？咱们不还是生产出塑料、生产出化肥、生产出其他东西，又卖给美国人了吗？对吧？这谁输谁赢了？那我觉得还是中国赢了啊。美国也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些石油、天然气都消耗掉，他没这本事啊，对吧？臣妾做不到啊。我没明白啊，所谓美国差2年差在哪儿？感觉国内模型就是几个月前美国模型的水平，差老鼻子了。我告诉你 ，Kimi K3 大家都觉得很厉害，对吧？确实很厉害，我这几天也试了，2.8T 的模型激活50B，就是每一个问题激活50B。现在大家普遍猜测啊，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具体真实可验证的数据。GPT 5.6大概是9T 的模型，每一个任务激活是800B。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叫一个小镇做题家来，然后把这个公司章程背个滚瓜烂熟，
它不是真学霸，对吧？懂我这意思了吧？差就差在这儿了。有性价比啊，这个，但是搞不定日常的代码，，So 效率高，但是不降价。对，我现在就是用 So。你用模型主要干啥啊？这个问的是谁呀？说起奥数，清华那个邱老头，太不厚道了啊！他在国外拿完冗余啊，拿完成就，玩到退休，老了回清华继续创收啊，继续收割冗余，回头就喊话2个拿奖的年轻人回国争光。哎，这个咱就不研究了啊！这个数学到那个程度已经脱离了我的认知了。GLM 玩 to G 的啊 ，Coding Plan 是赚声量和口碑的。对啊，我们也讲这回的故事了。老邱好像不说退休了才回大国的吧？他好像来回跑了好几趟，但是具体我没有太研究。不是退休了啊，这个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不了解。我买了质谱1年的会员，我要求模型每天读图片比较多。哎，质谱 GRM 5.2应该不认图片啊，它是一个这个。不是多模态的模型吧？老邱应该，应当也对奥数不以为然吧？这个就不那么了解了。李鸿忠经典名言啊，是说的什么啊？这个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是吧？我不认为种田是靠卷的，至少在中国是啊。听说 OpenAI 上市要推迟到明年了啊，这个大概是这样。但是明年能不能上得去还要再看。种田不是靠卷，具体啥意思啊？这个不知道你们在讨论什么。主权 AI 中国的要出去还是有难度，特别是从站队在美的、欧盟方向的，还是有信任度的问题。对啊，这个所以我们去一带一路国家呀，刚才我讲了呀，跟红帽授权一样收更新维护的钱。对啊，每次更新了以后，我给你重新上新版本，重新做，强化学习和这个后训练，然后，再去跑测试，保证啊，我们在这儿问萨勒曼是不是一个好人的时候，都回答是，就完事儿了。你给钱啊，很多国家都会建个大国产权的主权 AI 数据中心，就像是各国建剧院和体育馆一样啊。这个他们可能在建的过程中也可以拿一些这个回扣吧。Red Hat 其实不是很赚钱的生意，或者说开源不是很赚钱的生意，这个还真不是啊。你去看看 IBM 的财报，里边最大的一块哈就是 Red Hat 挣回来的。Kimi K3啊，跑的是8张 GB 200，企业自己部署这事儿还有点差距。是的，1200万人民币的服务器才能跑起来，但是这个机器好像在美国大概500-600万吧就能够搞定。先把眼前的钱赚了再说啊，会比较实际。这是黄仁勋嘛，先把眼前的钱赚了。目前28个赞啊，你看200多人听，只有28个人点赞，你们是对我有多么愤恨？邱老头还做了一件不地道的事情啊，绕过高考，搞了个秋班啊，人进来了，数学考试不好啊。这个我觉得邱成桐在这点倒是没说错啊，我看了他这块的访问啊采访，就是他讲说这是一个实验的过程啊，那么实验的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都是应该可以接受的，对吧？那我们就慢慢调呗。如果你上来就要他做到十全十美的话，这就没意思了啊！FDE 在中国毫无机会啊？为什么？这个以后再找个时间跟大家聊这事儿吧。这个可能得单独开一期来讲了。以前靠人力的创业都能够随便拉几个亿 ，AI 真的是纯烧大脑。谁能想共享单车的时候，每个月几百万支出，都用来偷对家的这个自行车，现在几百万够一支模型团队起步吗？够呛啊！几百万美金可能能够训练一次。限制说萨勒曼的 AI 啊，肯定会有 bug，那么天然就落后，不一定啊。你像人家这个，调这个 DeepSeek 让它能够回答日本问题，就没有 bug 呀，可以正常工作呀。那么。
那么你觉得邱成桐应当是这些数学考试不好，应当是这些人数学考试不好，还是继续送分留着啊？会不会是很多学生进了清华，然后开始打游戏呢？啊，这个还真不是，就是邱成桐呢，他是自己做了一套考试标准，但是在中国嘛，考试这种事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对吧？他做了考试标准，那大家就刷这个题呗，刷完了以后，那进来的人其实数学也不怎么样啊，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不把这些人干掉呢？这个肯定就会等于他也培养不出他想要的数学人才嘛，他只能把他们干掉。而对于那些人来说呢，说哎，我就照着你这个标准去学的啊，学了半天以后你又不要我这个事儿，好像是这个啊媚眼抛给瞎子看了啊，这事儿不行的。FDE 国内要落地就看，碰上开会 FDE 能不能配不配合吧，这个还真不一样，这个很复杂这个问题。大国很多人才不假，不过我在大国教书最挑战的是，得琢磨如何送分啊。我只是送分，感觉也不能太没有底线吧。如何避免都不及格或者是几乎满分的尴尬局面呢？这个老师就是这样的。怎么说呢？邱成桐也是希望说能够把最好的人挑出来，然后培养出数学人才来。对吧？你这个肯定不是你招的学生嘛，那么这些学生就是良莠不齐。中国呢又是一个宽进严出的玩法，那你只能是哄着这帮孩子玩吧，那怎么办呢？你没有办法啊，这个真的是你说这话，哎，哭笑不得让人。我觉得使用军队战争方式来彻底解决钱的问题啊，这个你想太多了。钱的问题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开放。让资金自由流通啊，就解决了。中国现代还是产生过影响了世界的数学家，陈省身啊，这个而且陈省身主要成就还是清华和西南交大做出来的啊，这个就不太了解了。FDE 在国内怎么定义呢？陪跑肯定收不到钱，咨询，肯定干不过咨询公司，培训。这个拿不到结果是这样的，就是而且国内的这些甲方是完完全全没有底线的，对吧？所以就别费这个劲，国内 FDE 它就不成逻辑啊，或者叫逻辑不成立。2年前 GPT 也没有2T 吧，1年前也未必有吧。它关键是什么？它是闭源的，你也搞不清楚。但是现在这个呢，就是说啊，你回答某些问题是可以搞定了，而且现在 GPT 也好 Anthropic 也好，已经开始在做科研了，而我们现在在科研这一块连数据标注都没做完呢。美国的 SOTA 是拿全世界的钱跑出来的，中国跟他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原来我们钱是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全世界的钱去跑出来，啊，那不还是自己锤下去的吗？前线部署工程师好像有点像标注工程师，那么忽悠了几天啊。据说美国是可以的，反正中国我觉得肯定没戏。好啊，那么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再讲一下啊，礼拜天要录的礼拜天早上要放的节目呢，应该是马斯克跟经济学人那位老太太啊，这个吵得面红耳赤的一些数据和一些故事吧。然后叫做什么呢？会员频道会放AI 时代几种新的就业形式，而且会专门讲其中一种啊，然后会忽悠一些人来创业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本周的会员节目要去更新的内容了。FDE 是用结果要钱，这句话对中国供应商来说，每一个字都是血泪。是的，因为结果是没有标准的。王宏拿菲尔兹奖证明数学不是靠天才才能学的，这个天才怎么定义呢？北大的人的定义跟这个法国的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啊，跟美国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SSD 变得好贵啊，是的，哎呀，这个
$900是多少钱？795，5000，69，4800，就是基本上还是5000块钱呗，5000多块钱。你这有点太贵了，在国内，4T 的 SSD 我昨天看了，好像是280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准备等它跌到1000以内的，就是2000以内啊，就是1890的，我就准备去买。国资不能弥补这部分资金吗？不能，绝对不能，因为国资一旦出大头就会腐败，这个事儿在全世界都一样，不光是中国。中国就是一个行业会，有好多一起孩子卷啊，什么意思？啊，中国就是一个行业，会有好多一起孩子卷啊，还是可以期待中国 AI 时代再跑出个抖音这样的妖怪呢？还是挺难的啊，因为抖音的美国前身 Musical.ly 是我投资投出来的啊，这个还是挺难的。而且它如果不在美国跑的话，也跑不出来。先得在美国跑，跑完了以后呢，再去被字节跳动收购啊，然后再跟抖音一起合并。它是先有 Musical.ly，然后抖音是抄的 Musical.ly，其实啊，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好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多点引导，少点限制，钱就来了。想太多了，这是不可能的。政府不花钱还想指导你呢，花了更别说花钱了。再见，大家周末愉快。哎，今天没看到鸡蛋灌饼哈。